自古以来，为什么修炼的人都要打坐？打坐修炼真的能让人脱胎换骨吗？打坐真的能修心磨练心性吗？今天跟大家聊聊人修炼为什么要打坐。老子是修炼界的鼻祖，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四母的概念。我独异于人，而贵十母。母就是宇宙母亲，四母就是吸收宇宙能量。那么怎么十母了？要治虚己，守静笃，也就是打坐。看起来是坐在那里不动，实则身体里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体是台智能机器，当我们身体静下来的时候，能量消耗机制停止，自我修复功能启动，开始排毒，自我清洁。人体与宇宙能量场链接上，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人体运动的时候，这些功能停止，能量消耗启动。打坐多年的道人，有的如天真孩童，有的如菩萨面孔，有的成佛家龙象，有的仙风道骨。打坐被称为万法之门，从古至今，道家、儒家、佛家等等都要打坐。通过打坐的修炼，才能明心见性，人体才能得到多层次的提升。这个功夫是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人体接通宇宙母亲的开关，所以学会打坐对我们的意义多么重要。一般身体虚弱、慢性病的人，由于身体堵，虚不受补，用药物调理是很难康复的。我们练打坐用元神来调理经脉，效果是药物的几十倍。通过打坐都是可以修复的，因为只要练对了，下半身能量上来。密宗叫海底轮，道家叫阴髎穴。我们练打坐用元神来调理经脉，效果是药物的几十倍。打坐最难的是入门，也就是前期的入静，因为只有身体入静了，才能得气，才能通经脉，经脉通了，双盘才能练好。所以打坐一定要入静，不然就是无效打坐。很多人前期打坐没有气感，就像钓鱼时没有鱼漂一样，找不到感觉，很迷茫，很枯燥，没有信心。所以大家在打坐时一定要找到气感，只要有了气感，才能知道自己练的有没有效果，才能感觉到身体后面的反应，像精气神大幅提升，精神饱满，很容易入静。后面打坐越打越舒服，越打越上瘾，然后进入练气阶段，身体开始发热，这时气开始打通任督二脉了，配合止漏法，有效地把气收回，排经补脑。任督二脉通了后，身体精力满满，不知疲倦，身体年轻好多岁。接下来身体进入大周天，气从头到脚会走一整圈，思维、智慧、心性达到最高境界。打坐又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打坐当中，很多人会感觉腿麻、腿胀、腿疼，这是生理上的。心理上烦躁、昏沉、散乱，所以打坐的体验是让我们感知身体。我们的心里绝大部分人都是处于
于病态，腿一盘酸麻痛痒，说明我们的经络已经严重堵塞了。老话说人老先老腿，我们大多人年龄都还没进入老年状态，但是生理上面已经接近老年状态了。心理上面呢，很多人平时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修为，是个淑女，是个谦君子，一盘腿后，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受，思绪纷飞，特别躁乱。打坐自古以来就是修身养性的工具，比如练武功，上乘的武功，你没有打坐的基础，根本就免谈。中医也如此，一个不打坐的人，他的医术不会高明到哪里去，他只有通过打坐修行，他的把脉才会把得非常准。所以到后来他靠的就是静的修养，所以打坐就是习静的基本功，也是开发智慧的最有效的工具。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但很多问题并不一定能明白，就是对我们生命本来面目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生命的3个部分：身、心、灵。以上讲的就是身。生命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心和灵。所谓的心，这里主要指的是头脑。大家一坐下来就会知道，头脑是停不下来的，是无法自控的。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人，就要做到头脑是你能使用的工具，而不是被它使用。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头脑平时看起来是能控制的，我在想问题，我认为什么，我感觉什么，好像头脑是我们在用的工具。但你一坐下来就会明白，头脑的思绪纷飞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你一直在被头脑控制着。只有元神归位，头脑成为你使用的工具之后，你才是一个正常人。这就是灵。我们到底能不能做自己的主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要静坐，让我们的身体稳住，不去感受觉知。如果你的魂被你身体的表象带动了，被酸、痒、麻、胀、疼给感受了，那一定是接收到了一个错误信息，你的魂就开始下错误的判断，然后网上再有那么几个学艺不精的去告诉你，你被魔给占了，你被顶号了，你被谁给吸能量了，你要听他们的，那就完了。你的心就开始害怕了，一害怕就下沉，所有的幻觉就出来了，你什么都能看见，很多事情也就越来越不顺。我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不仅仅是打坐、炼丹、外功、健身，各种运动都是能量，知识也是能量。过去的人没有那么多书可以看，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环境让你去学东西，大家都很安逸，生活都很平淡，都很祥和，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的体验。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新闻、短视频、各种书籍获取这些信息，转化成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可以变成我们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魂的能量。静坐是干什么？让自己身体放松，酸麻胀痒疼别管它，身体自己会调整，自己会修复，不用你灵魂控制。上座的时候身体稳住，别让意识乱飞，把意识控住，
你们都知道打坐放空就对了，但怎么放空呢？所以这个才是关键。首先，为什么要放空？不起心动念。起念怎么办？不随你的念，别起念，定住别动，不能让气乱窜乱动。气一动，欲就起，这就叫心平气和。你坐在那的时候，就是要心境平和下来，好好修养，好好待着，没有动念，没有起心，在那一刻极其平静，没有念头，就在那儿忽然就没感觉了，也没睡着，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就那种状态一起来，你就会发现，怎么2小时了？这就是天人合一。你持续的在这种状态里去感受它，其实最终不就练了你超脱这一切的能力吗？这一切不就是在不断的让你产生欲望吗？你怎么脱离欲界呢？就是不动念。身体有身体的频率，意识有意识的频率，魂有魂的频率，都稳定下来，慢慢的就开始凝聚了，调成相对的频率。等这个频率调稳定之后，就开始凝结了，一凝结就开始激活灵魂，也就是元神。你体弱，身体不舒服，你的学识认知沉浸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意识和魂在当下遇到的困难是同维度的，同平面的，你是走不出这片沙漠的，或者说出不了这个迷宫。这个时候元神就会告诉你，上升一个维度吧，你就会冒出来许多灵感。这件事该怎么处理？这个可以这么做，这个坎应该怎么过？要走出迷宫是更高维度往下看，所以要把它们都放下，别去思考，稳下来。只有稳下来，元神才能动起来，它才能从另外的一个维度往下看，让它给你指路，你该往左走，往右走，往前走，只有这样你才能出去。学会静坐，别着急，我们每天正心正念地去做人做事，首先保证我们的能量是纯净的，没有那么污浊，没有那么低频，然后剩下的是让我们的元神出来给我们指路，回到天地的视角再看这个世界，也就没那么复杂了。打坐原理，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打坐行为，其中却包含着非常深的道理。双盘石，因为2只脚的脚背分别叠压在2腿的膝关节上，把下肢的重量全部压在那里，就是将全身的血液和气脉基本闭锁上了。人周身的血脉和气脉是始终在不停地运转着，当血脉和气脉经过基本闭锁上的膝关节的时候，由于2脚背的叠压，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血液和气脉的通过就变得很艰难，就自然减缓了运转的速度，几乎是处于一种挤压的方式在运转。最初这样练功是非常痛的，可能只能坚持几分钟，就痛得受不了，就会放下压在膝关节上的脚。但坚持这样做下去，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这种练功状态中，这个人的血液流动减缓了，气脉运行也减缓了，那么身体在微观下的粒子其实是处于一种高压强的状态下，
这种高压强的状态在微观上改变着粒子的纯净程度，也把微观粒子上所有后天附着的不纯净物质，也就是我们要讲的不好的物质业力逐渐清洗掉。当这种练功状态达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这个人身体上的微观粒子中所带有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到最后微观粒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会有强大的能量存在。而这个时候人的意念在驱使这些能量时，就会在微观下形成能量强大的能量流，就可以在微观状态上改变其他物质微观上的结构和状态，就表现出功能的状态。那么当这种练功的状态达到一种更高层次和境界的时候，微观粒子的能量强大到那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它是可以脱离人这个本体的。觉者的法身其实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的微观粒子。由于这些微观粒子是人整体的一部分，带有这个生命的全部信息，这些微观粒子又是受人的本体意识的控制，所以它可以独立去按本体意识的要求去做事。这就是觉者法身能在觉者的一念之下去做觉者要做的事的道理。双盘中的能量交集状态，双盘这种坐姿通过两条腿的互相叠压，其实是将两腿的多处脉络给闭锁住了。那么在练功过程中，由气脉带来的能量在通过闭锁的位置时受到强烈的挤压，通过的过程就很艰难。同时这种双盘的坐姿也将两腿的脉络连接起来了，体内的能量运行到这里的时候也会形成那样一种交集状态。不过同我们前文所说的单盘那种交集状态已经不同了。开始的时候，交集在这里的能量的运行是无序的，随着练功的持续，能量会随着这个生命自身的空间场的归连，渐渐变得有序，形成一种循环的状态。这种循环状态与单盘的循环状态相比，能量的强度加剧，散失的更少，对这个生命自身来说是一种良性的循环。随着练功的不断持续，所形成的能量循环状态会越来越强，越来越稳定，最终会打通人体内的任督二脉，在体内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小周天循环。练功过程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脉络连接，以保证体内能量运行的不散失。比如练功过程中两手结印的动作，就是将两手臂气脉运行带来的能量在这里做了交集，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比如在整个练功过程中，口中的动作是嘴唇闭上，牙齿微微离缝，舌尖轻轻抵住上颚，也是将体内气脉带来的能量在运行到这里的时候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局部的循环状态。释迦牟尼佛的打坐入定，释迦牟尼来的层次是最高的。我们讲过，他来到世间其实是为世间的人注入慈悲这个内涵，为后来到世间度化众生的觉者铺路的。释迦牟尼本人在世间，
它是有功能和神通显示的，这在当时就已经为世人所目睹、所知道。那么释迦牟尼在转生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无论他来的层次有多高，无论他在另外空间有多么大的神通法力，但只要一进入三界，就通通不好使了。为什么呢？高级生命之所以是高级生命，是因为构成它生命形体的粒子是非常微观状态下的一层粒子，所以它才有那么高的境界，那么大的神通。而转生到三界内，就意味着在它原来由微观粒子构成的生命外，包裹着层层不同层次粗糙的粒子外衣。因为从很高层次直接下来的生命，它的生命要展现在人间这层空间，是要穿越无数层次的空间状态的。那么这个高级生命每到一层空间，就要在它生命的外表包裹着构成那一层空间生命的粒子外衣，就这样一层层包裹，直到转生到生命所能下滑的最低的空间，也就是我们的人间。这样一来，他的智慧和神通也通通被一层层粗糙的粒子包裹而阻隔开了。那么在人间降生的时候，也跟普通的人一样，表现不出大智慧和神通来。为什么说人间是这个宇宙空间状态下的最低层次的空间呢？因为再往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狱，掉到那里的生命就无法超生于那个层次以上的境界了，就会不断地层层往下掉，最终被销毁。那么释迦牟尼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表现在外观上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毕竟是有使命来的，而且再来的时候也是预先做过安排的。那么怎么样才能打破自身在转生过程中由层层不同层次空间的粗糙粒子包裹所造成的自身同本源生命的隔离呢？打坐修行就是开启通往高层次、高境界的一把钥匙。我们已经知道了打坐状态下就是这个生命空间场里粒子进化的过程，就是生命向高层次、高境界转化的过程。那么它就需要在那样一种状态下，用打坐修定这种形式，一层层突破它再到这个世间过程中被包裹的粗糙粒子所构成的外壳，一直到突破到一定的层次，开功开悟了之后，才从打坐中出定。什么叫开功开悟？开功就是有功能了，开悟就是突破了粒子所造成的束缚，看到了他在来到这个世间之前的某一层高层次空间以下的全部真相。这是因为释迦牟尼并不是在这49天就完全开功开悟，达到他来到世间之前的那一层境界的，当时只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和境界。释迦牟尼在世间传法49年，在这期间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层次和境界，不断地开功开悟，越来越接近他来之前所在的境界，最后涅槃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才真正达到那样高的境界。所以释迦牟尼在临涅槃之前说过2句话，一句是法无定法，一句是
我一生什么法也没有讲过，这其中的含义，它是针对自己不断提升层次，不断看到宇宙最根本的真相之后这样讲的。那么释迦牟尼在49天打坐修定状态中的情况，其实是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他的新陈代谢完全被抑制住了，完全进入一种入定的情况，就显示在世间那样一种状态。4. 练功状态中是怎样消除业力的？在一个生命的空间场中，有2种不同的物质存在，一种是好的物质，我们称为德，这是一种高能量、高质量的物质，是一个生命吃了苦、承受了之后得来的，也是这个生命在这个宇宙空间中长久以来积存下来的，不是一生一世得来的。另一种是不好的物质，是一个人做了坏事所得来的，我们叫它为业，也叫业力。这种物质是低质量物质，它在一个生命的空间场里，是以一种附着的形式聚集和沉积在一些地方的。它也是一个生命在久远的生命历程中一路带过来的。业力因为它的质量低劣、沉滞，是以一种附着的状态沉积在这个生命的空间场内的。练功的过程中，由于体内气脉和血脉在运行中，整体受到强大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压力使这个生命空间场里的所有粒子也都同时在承受着。因为压力的关系，这个生命体内的能量循环的状态就会逐渐将附着在这个生命空间场里各个部位粒子上的业力从粒子上挤压和剥离下来，而这些被挤压和剥离下来的业力，这种粗糙的粒子就会随着身体里的能量流的运行，在通过双盘所闭锁的部位时，在那里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它在不断地通过这里的时候，由于业力的质量低劣，它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这样持续不断的反复的挤压，逐渐解体和被销毁。那么随着练功的持续，随着这个生命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更微观的粒子不断分裂、复制、放大，反映到一定的状态下的时候，在那一层微观粒子上的业力也被反上来，翻出来，又开始了被逐渐销毁的过程。这种消除业力的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各个不同层次微观下的粒子上所附着的业力统统被销毁了为止。而我们知道，一个生命的整体空间场是不会空的，当这个空间场里有物质出去的时候，必然要有物质进入这个空间场里来，填补出去物质所留下的空间。那么是什么物质进入到这个生命的空间场里来了呢？那就是德。那么这个德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生命的空间场来的呢？我们不是讲过的这种物质是人吃了苦、承受了所得来的吗？那么在那个业力销毁的过程中，业力也是物质存在的，它被销毁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是低质量的状态全部解体了，被销毁了。但我们知道物质是不灭的，它在销毁的过程中，在解体的过程中，
已经转化成更微观上的一种物质状态了。那种解体后所转化的物质，就已经是高质量的物质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德。那么，业力的转化过程，其实就是将体内不好的物质转化为好的物质德的那么一个过程。5. 打坐目的。打坐所要达到的目的有2个，一个是用这种方式消除自身所带有的不好的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业力；另一个目的是改变自身微观下的粒子结构，提升这个生命的质量和境界。因为不同层次的粒子可以构成不同层次的生命，而我们人的生命只是由所有粒子中能量低、品质差的分子这层粒子构成的。我们知道，分子只是这个宇宙中无数层次粒子中的一层，分子以下的层层粒子都比分子具有更大的能量和更细腻的质量。我们人类现代科学所能认知的，在这个宇宙中，只有分子构成的生命才是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迷信！分子作为物质中微不足道的一层小小的粒子，作为粒子中质量差、质地粗糙的一层粒子，如果它能构成一个万物的世界和众多的生命，那么为什么其他任何一层比它质地更细腻、能量更大的粒子不能构成那层粒子万物的世界和芸芸的众生呢？粒子越微观，能量越大。如果是由原子这一层的粒子所构成的生命，由中子一层粒子所构成的同我们人一模一样的生命，因为构成这个生命粒子能量的强大和质地的细腻，一方面这样的生命会有超越人无数倍能力的神通法力，另一方面人由分子构成的眼睛又怎么能看到这样的生命存在呢？而修行其实就是要达到使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境界、生命的粒子构成达到那么微观、那么纯净、那么有威慑力的一种状态。修行所能达到的，超越世间常人的不同的层次和境界，正是比分子更微观、更细腻的不同的粒子所构成的世界。修行人在练功打坐过程中，首先要达到的境界是入境，然后是入定，而只有在入境的基础上，才能够达到入定。6. 入境与入定，在双盘打坐过程中所消除的其实是2种不同形式的业力。就业力的物质表象来说是一样的，但构成的原因却是有分别的。一种业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做了坏事、损德所造成的。这种业力的消除是在修行人练功打坐中通过双盘所带来的疼痛达成的，而另外一种业力却不为人们所知，那就是思想业，也叫做思想业力。思想业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构成的呢？人在世间所经历的一切，用3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名、利、情。我们知道，人的意念，也就是人的思想，它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物质状态，并不是像世间人所认为的那样，什么都不是。思想是有内涵的，
包容着大量的信息。当我们发出一念的时候，这一瞬间所发出的看不见摸不到的思想，其实是有着大量内涵的。一个生命的脑电波是可以通过仪器捕捉到的，而思想正是脑电波形式的一种。这其中的原理跟收音机接收到的无线电波、电视机接收到的电视讯号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人在世间围绕着名、利、情、思想里，其实是一时一刻都不停地在想着的。而我们已经知道了思想是能量，是物质，那么当这个生命在持续不断地去用思想这种物质去思考的过程，其实就是向那些物质状态发射能量，用自己的能量去连接和捕捉那些宏观的和微观的物质状态的过程。而每当我们的意念牢牢地捕捉到了我们所渴求的物质状态，比如名利啊、财富啊、情感啊，那种意念所发出的能量就在那个物质上附着了。思想是物质的，是由我们生命空间场微观下的粒子构成的，可是它同时又是有生命的。思想属于一种物质，这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和接受了。而如果说思想有一种生命的表象和状态，这好像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导一下，就很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思想是脑电波的一种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意味着思想是物质的。那么如果是思想是物质的，思想是从哪里发生出来的？不是从人这个生命的大脑里发出来的吗？而我们知道人作为一个生命，他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是生命状态，是物质，也是生命。那么思想是不是这个生命整体空间场中的一种物质呢？那它怎么可能只是物质而不是生命呢？所以当我们的思想发出去的时候，在另外的空间，也就是在人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大脑形象附着在这个生命所追求的具体物质上了。当你不断想这件事的时候，不断追求的时候，就是你的大脑里源源不断向那个物质场发射能量的过程。而附着在那些宏观和微观物质上的人的思想，在另外空间是有生命表象的。一方面是这个人大脑完整的一个形象，但他却是求财的、求名的、追求情感的另一方面，他同这个生命本体又有着具体的连接和联系状态。假如是这个人偶然发了这么一念，之后就不再想了，那么那个发出去的思想就会因为自身能量的微弱而逐渐消失。但如果当这个人持续地想着这件事，渴求着这件事，那么大脑里就会源源不断地发出能量，与在那里附着的大脑形象沟通，就是在给那里提供能量和营养。时间长了之后，那个附着在那里的大脑形象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活着的生命，存在于另外空间，存在于那里了。而这个由你孕育出来的另外空间的生命，它一方面可以吸取它所在空间里的物质作为生命的能源补充，另一方面它同发出这一念的生命本体又是有联系的。所以当它饥饿时，
缺乏养料时，就会因为与它之间有能量纽带的关系，我们在大脑里就会想起这件事，或者这种状态，接受到这个信息。而在这种勾起这种思想的过程中，就是能量的沟通过程。也就是说，从我们生命的空间场中，给那个属于你的，但同时也是独立的生命提供能量的补充。这种现象在人间的表象就是，我们对一种物质或者事物或者情感的痴迷。所以我们说，在人所存在的世间，一切表现出能让人痴迷、让人上瘾的是何物，统统都是有问题的。上瘾和痴迷的本质就是人这个生命的空间场，同上瘾和痴迷的那种物质之间有一个能量沟通的纽带，使人的空间场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过程。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严重的上瘾和痴迷现象有毒品、赌博、游戏、色情、电脑、购物、品牌、积攒、收藏、各种特殊的嗜好、虚荣、暴力、对财物的贪婪、对名利的渴望、对情感的迷恋等等。一方面，这些痴迷和上瘾有一些是人生中必然出现的产物，是构成生命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存在于一个生命空间场内的各种瘾好和痴迷，又确确实实是这个生命当初发出去附着在其他物质上的思想所构成的生命，同自己本体有连接的那么一种现状。这其实就是佛家所说的世俗生命与世俗所结的各种各样的缘。这些缘，有的被说成是恶缘，有的被说成是孽缘，有的说成是尘缘等等。而这些存在于这个世间的种种缘起的状态，并不会随着一个生命的解体就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死亡了，只是由分子这层粒子所构成的生命解体了，构成这个生命分子以下的层层粒子根本没有死，所以那层层微观下并没有死亡的粒子所构成的生命，同那些有能量连接的物质仍然是有沟通的，表现在一个生命的转生过程，那就是下一生可能自身就会有一部分粒子转生到那样一种境界和层次里，同那种联系继续因缘关系去了。注意，这里所说的只是由分子以下原子以上的空间状态，这也是由无数层不同层次粒子构成的种种空间状态。而一个由原子及比原子更微观的粒子所构成的生命，因为其能量的强大和境界的高远，是不在那以下层次和境界里坏灭循环的，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罗汉、菩萨、佛以上的层层生命的境界和状态。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空间场里少东西的时候，也就是能量源源不断注入那些让我们上瘾和痴迷的是及物的过程中，我们生命的空间因为缺少物质了，就会有其他的物质补充进来。那么补充进来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质量比我们的思想这种物质低很多的，构成那些我们所迷恋的各种物质和情感也是物质的粒子，进入到我们生命的空间场。
而我们人的思想，它其实是我们生命中得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思想是高质量物质，它可以穿越空间达成我们的需索和满足，而思想持续发出后所换来的那些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业。因为思想业也是一种低质量的物质，那么表现在我们生命的空间场里，就是以附着和沉积那种形式，在我们生命的空间场里存留。而当一个修行的人在打坐练功的过程中，这些低质量的物质，也就是思想业，就会在练功中同其他存在于我们生命空间场里的业力一样，被挤压和剥离于构成我们生命的粒子之外，也就是在打坐练功中被逐渐销毁。可是这些业力却是同存在于另外空间那些已经存活了的，我们过往所持续不断发出能量构成的生命有连接的。当你截断这种连接的时候，那个生命的营养连接就被切断了，那个生命就会反映到你的空间场里来，反映到你的大脑里来，不让你切断这种能量的连接。而这种现象就是一个修行人在打坐练功过程上无法在思想上入境的根本原因。因为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自己生命空间场里的业力的过程。思想业是有生命的，它就会抵制你，就会不断地闪现在你的脑海里，勾起你的引号和欲望，从而保障它生命的能量来源。修行中的打坐入境，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为你头脑里那些思想业不清楚，是很难入境的。你一打坐，过去你想过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念头，你过去所经历过的种种事情，就全跑进你的脑子里来了，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没有个完，你一时一刻也静不下来的。你如果真的能入境了，就说明你的层次已经提高很多了。入境不是目的，它只是入定的前奏。那么什么是入定呢？练功过程中，思想里没有任何杂念，大脑里空空的，意念里还有自己，知道自己在练功，其他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只有这一念知道自己在这样一种练功的氛围里。这种状态就是入定，因为这种状态能使练功所收到的效果是最佳的。七、修心与练功的目的。从古至今，修炼这两个字，人们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词了。其实这里是代表两重意思，修在前，练在后。修是指修心，练是练功，而修心为主，练功为辅。如果你不修心，你的思想境界达不到那么高远的境界，你的内心和灵魂里如果没有装着觉者所留下的法，你再怎么练功也没有用，那只是人间的练体操，能起到一点祛病健身的作用，同印度流传过来的瑜伽没有什么差别。一定要放弃以前头脑里其他不同法门那些说法，那些都是在影响你修行的。因为修行打坐的那样一种练功形式是有内涵的，是在你的体内演化功的那样一种状态。其实你在练功过程中
是在演化生成另外空间你的身体的过程。就是说，将来你修成了，你不会带着世间这样一个肮脏的身体到那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去，你得有一个新的身体形式。而打坐练功就是在演化那个美好空间状态下的身体。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存在，就是这个生命在修行过程中没有完成本体的转化，那么那个高层次高境界的生命就在他未来那样一个美好世界里为他演化一个身体。这种因素是存在的。你看《西游记》里有写，那个托塔李天王的哪吒三太子在海里玩耍，结果闯了祸，打死了龙子。为了不连累父亲，他已把本体给抛弃，那样一种形式，还了所欠下的父精母血的债，一丝魂魄在天界里飘游。后来他的师父用荷花的金荷叶为他演化了一个身体，就是我们看到的流传在民间里的那样一个以荷叶为身躯的可爱的小童子形象。但绝大多数修行的生命都必须通过在修行打坐这样一种过程中，一方面消除自己空间场里的业力，另一方面修成你另外空间的身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人变成神的过程，通过修心和打坐那样一种形式，增强生命空间场里的物质纯净度和包容力。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来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微观下的能量不断强大，表现出整个构成生命的粒子团，也就是那么大一个庞大的天体，整体粒子的亮度增强、热度增强的过程。我们曾经用太阳像我们人体里的一个在散发着热量的细胞来打比喻，说那个太阳无论照耀多少亿万年，还将照耀多少亿万年，终究有一天会因为能量的耗尽而陨落。那么一个人的身体里的所有细胞是不是很像宇宙间众多的太阳系啊？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一个不修行的生命，当他的细胞的能量耗尽的时候，同那个太阳终究因为能量的耗尽而陨落，本质上是不是同样的事情啊？而一个修行的生命在不断的增强微观下粒子的能量构成时，是不是在重新创造了能量，从本质上使这个庞大的天体内部的能量不断的增加？这就是不同层次和境界生命的本质差别。8. 世间生命的悲哀。你说盘腿是残忍，我告诉你，那是你修行所要走的路，你生生世世造下的业，用那样一种形式来还。修行不叫还，叫消业，因为你是主动这样去做的。那些业力表现在世间生命人生的历程中，那就是疾病和灾难。你觉得让你盘盘腿，你不舒服了，疼痛了，可是你没有想过，那人患了癌症的人，当他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就要终结了的时候，当他看到他一生努力所换来的一切财富和幸福，顷刻间就要烟消云散，化为泡影的时候，当他看到他最疼爱的亲人就要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
世间还有一种方法，只是每天吃一点点苦。这个苦，如果同那个极其可怕和残忍的化疗相比，同那些极其痛苦的种种治疗手段相比，只是每天付出一点时间，盘腿消除身体里不好的物质，你就能从死神的魔爪下逃生。你这样告诉他，你看一下他会怎么样去做。当然，世间的生命因为在迷中，因为在后天形成的种种观念中无法知道超越世间法理，他无法选择这样一条改变生命的修行的路。这就是世间生命的悲哀。你想登山，又不想付出，就是在世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好事给你呀。而那个业力是一个生命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情，自己造下的，那么也得自己用吃苦行事来消除。这就是天地间的理。9. 为什么高层次的生命会掉下来？当这样一个生命达到一个高远的层次的时候，在那个境界里也存在了那样久远的时期的过程上，就可能会在能量的再造过程中存在着怎么样的问题。那样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能量的消减而掉层次。而另外一种能量消减的方式，用我们人的话来说，就是有私了。私从本质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空间场里，不断的要收藏很多这个生命空间场之外来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物质。表现在人间的状态，是对物质和金钱，包括生命的占有。那么这种占有形式需不需要损耗这个生命空间场里的能量啊？当然要损耗。那么表现在更高层次生命的空间状态里，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